求生欲某种意义上是人类最强的进步动力，我们为了保命，哪怕是在未来也会搞出 AT 立场和 I 立场之类的防御手段。而在兵荒马乱的冷兵器时代，同样是凭借这股狗命要紧的怂劲儿，盔甲的发展也像姆巴佩加速一样一骑绝尘。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板甲就是这条路发展到尽头时诞生的妖孽。在战场上，一把趁手的武器可以帮你斩获功绩，但只靠武器是远远不够的。高攻低防放在真正的战场上，结局恐怕都是有命立功，没命享福。因此，就算只是为了苟住自己这条命，为了幸福的下半生，一身可靠的护甲也是不可或缺的。不得不说，有时候人一旦怂起来，就可以爆发出无穷的潜力。而最终，板甲为了满足人们的求生欲，降临在了14世纪的欧洲。所谓板甲，顾名思义，就是由经过塑形的大块板状金属片制造而成的盔甲。这个名字显然是相对于用大量细小金属环制成的锁甲和小金属片制成的鳞甲、爪甲而言的。很显然，这也意味着防御力的倍增。实际上，在同等重量下，众多盔甲类别里，板甲的防御力可能是最强的。技术成熟时期的欧洲板甲，不提钢铁本身的硬土，但是依靠盔甲表面由大块钢板锻打出带有弧线的穹面，就可以很大程度的使对手的锋刃或射来的箭矢都发生偏移角度，而刻意凸起的部分也使铠甲不再紧贴穿戴者的胸腹部，给使用者留下一个缓冲空间。这样胸甲因钝器的重击而发生变形，穿戴者也未必会因此遭到致命创伤。并且有一点和很多人脑补的有些差异，那就是虽然套上板甲之后就是个铁皮王八了，但这个铁皮王八可一点都不迟钝。虽然当时还不存在后来的人体工程学，但欧陆的工匠已经在盔甲的制作上成熟运用起相关理念，在关节部分的处理等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穿上板甲并不会像很多人脑补的那样举步维艰，相反几乎可以做出全部必要的战术动作。板甲诞生并成熟于14世纪以后，凭借在当时战场堪称变态级的防御力，成功把一波武器逼的是提前退役，顺便让另一波武器走上了专精强化破甲的不归路。最典型的例子恐怕就是重骑枪。16世纪到17世纪初，板甲进入了全盛时期，此时的各路武器工程师为了穿甲而日夜殚精竭虑，开发出大批古怪的新式武器。但其实板甲最初的雏形只是西欧地区出现的铁质半胸甲，后来文艺复兴之风席卷欧洲，好时代说来就来。14世纪末的时候，米兰的铠甲匠人们就开始用钢板做出整体的护手、护腿、胸甲等部件。但这些零件并不能独当一面，所以只能作为传统锁子甲、爪甲等的外套。但最能推动军备发展的就是战争，这可能是当时欧洲最不缺的东西。因此板甲的发展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尤其是后来的英法100年战争，绵延1个世纪的战争中，双方都不断进行着军备竞赛，绞尽脑汁地追求更好装备，这就给处于早期摸索阶段的板甲以充分的机会和发展动力。而且随着一次次的实战，人们对于板甲也都逐渐香了起来，尤其是性命比较金贵的贵族老爷们。于是在战争中获得新生的板甲很快就像插了翅膀一样，在欧洲迅速扩散，并且后来板甲巅峰时期的代表作分化出2大流派，人们称为米兰式与哥特式。米兰式板甲线条圆润、贴身、优美，造型漂亮，而产于德国的哥特式板甲则依靠钢片层叠嵌套，以此增强防护性能，这让它的外形就像哥特式建筑那种复杂的转边和褶边，想必名字也由此得来。在获得充足甚至可以说过剩的防御之后，欧洲的贵族老爷们就开始在造型的拉风程度上下功夫了。各种雕花华丽的板甲层出不穷，我们现在能在博物馆看到的板甲，实际上很多都是这些贵族老爷们用剩下来流传至今的。但与板甲高强的防御力相对的，就是更大的制作难度和更长的制作周期，还有逃不开的预算问题。穷是全人类跨越时代的共同烦恼。如果可以给自己开个无限金钱的外挂，谁不想给手下的部队安装上人均神装呢？但现实是，每一副光鲜亮丽的带着雕花的全身板甲，在那里敲锣打鼓，其背后都有一大群死去的杂兵留下的劣质板甲。
以及更多穿不上板甲的便宜兄弟。关于军队有一句非常残酷的话，你手里拿到的装备绝对是相对成本最低的，并且几乎就在板甲到了甲生巅峰，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那个能把他拉下神坛的武器也出现了。16世纪中期，重型火绳枪技术的日渐成熟，火绳枪赋予了它的使用者能够在100码内杀死穿早期防弹盔甲敌人的能力，也可以在400码内杀死穿着普通盔甲的人，并在600码杀死没有任何防护的倒霉蛋。面对火绳枪的挑战，板甲的设计者们在世纪末进行了最后一搏，他们开始增加胸部的防御厚度，从过去的平均2毫米飙升为1厘米左右的极端例子开始大量出现，结果必然是板甲的轻装优势消失，逐步变得沉重起来。受此影响，全身式板甲已经很难见到，意义不大的四肢部分被抛弃，作为重点保护对象的躯干部分不断被加大倾角和厚度，使后期板甲呈现出鸡胸凸肚的怪异现象。但是就算如此，火药时代的来临是无法违逆的，板甲最终在17世纪中后期步入消亡，但以碎发枪为代表的更新式火药武器开始统治战场，任何人都不可能依靠源自冷兵器时代的防护技术增加微乎其微的生存概率。更多经过速成训练的步兵被派上战场，也让板甲这种更贵族的装备显得不合时宜。只是在欧洲以外的很多殖民地战场上，板甲对于落后的地区依然拥有自己的优势，因此欧洲殖民者也会在这些地区一直将板甲使用到存货耗尽，甚至一直到1战期间，一些工兵还会拿到特制的板甲作为防具的一部分。实际上，板甲的高光时间并不长，但它却凭借强大的性能在人类的 DNA 里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以至于现在还有人看见厚重盔甲时忍不住喊一句“男人的浪漫”。虽然不知道男人到底有多少浪漫，但也能证明，即使是远离冷兵器时代的当代，板甲依然可以靠自己的魅力俘获一批忠实的拥趸。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